Hello， 大家好，这里是大叔，今天给大家带来超人平台的洛克人 X 初代。本作是一个全新的系列，主人公已经不是元祖洛克人了，他的名字 X 呢代表了无限的可能性。咱们开场是一个上手的关卡，给玩家练习用的。咱们现在只会一个初段的序列，还不会冲刺等等其他的能力。那本作的剧情设定上呢，在元祖系列的100年之后，出现了很多具有独立自主思考能力的机器人，智能 AI 啊。这些机器人呢，有的会进行犯罪活动，有犯罪记录的机器人就会被称为叫做异常体。那为了限制他们呢，就出现了异常体的猎人。咱们的主人公就是异常体猎人的成员，但是有一天呢，这个异常体猎人的老大就带着很多的手下叛变了，他们呢想要抹杀人类，建立一个只有机器人的地球，所以说主人公就要阻止他们。这个剧情还算可以吧，毕竟作为一款动作游戏呢，剧情不会像 RPG 游戏一样制作的很深啊！这里竟然给了一个奖命，太客气了，有没有？前方不远呢就是 BOSS 战，但其实这个 BOSS 战啊是一个剧情必败战，这个大家都懂啊。所以说前面呢，我其实应该多掉一点血的，这样在这里会节省一点时间。这里要打几辆车，大概是4辆。不要在我的面前开车呀，班门弄斧。从后面来。好的，小 boss 登场。这样咱们就站这挨打吧。等咱们血量少了之后呢，它会发射一个电球把咱们控制住啊。这样就是剧情杀了。我反抗也是徒劳啊，越反抗呢，他越兴奋。被抓住了，但是呢，有人来救咱们。大家看一下吧，救咱们的就是红色战神 Zero。他和主人公一样，也是这个异常体猎人的成员。为数不多的没叛变的角色呀，咱们后面打的那些 BOSS 呢，基本上都是叛变的机器人。所以说这个异常体猎人这个组织啊，让我想起了柯南的黑人组织。那咱们现在的洛克人啊，就是秦九啊，有没有？别人全都叛变了，这要么就是卧底。好的，8个 BOSS， 咱们先打这个冰企鹅吧。为什么先选他呢？洛克人可以输啊，企鹅必须死啊！作为第一个选择关卡的 BOSS 呢，大家都应该懂。他呢能力不强，比较好对付，所以说拿他起手了。本作毕竟不是像元祖洛克人前6代一样是红白机的平台，那现在呢已经是超人的平台了，所以说大家能够明显注意到一个变化，就是它不再是一个卷轴一个卷轴，一个画面一个画面切了，它呢是一镜到底了，并且呢后面的背景也是一个多层的卷轴，看起来非常的舒服。不然大家原来玩红白机的洛克人的时候，然后好打完这一个版，它呢给你画面切换一下，这里呢就不存在这种现象了。好，拿到第一个机甲，这个机甲呢是一个腿部机甲，拿到之后就能够冲刺了。那本作还是有很多的收集要素的，并且最后都收集齐了之后呢，会给咱们一个惊喜。这里的冲刺呢，你可以前来发动，也可以单独的按键发动。我建议啊，单独的按键发动。它不像前按2次方向那样有准备的动作，按键呢就可以顺发。
冲刺的时候呢，可以跳，可以射击，这样可操作性是非常的舒服的。这里有一个机甲，一拳可以干爆这种冰屋啊！咱们走上路吧。那本作的出品时间呢是1993年的12月，其实在它之前1个月呢是洛克人6代的发售日，所以说你大概可以体会出来，元祖洛克人呢在制作完6代之后可能就要完结了。而且大家回忆一下元祖洛克人6代的副标题叫做史上最大的战争，但是后来可能因为人气的问题吧，所以说元祖洛克人系列呢最后也制作了7代以及以后的作品。好的，冰企鹅咱们就用蓄力打了，和它周旋就可以，多多利用弹墙还有冲刺跳。冲刺跳呢在弹墙之后可以弹出很远，它滑铲的时候呢子弹打不动。血量不多了，这个货真的好打呀！还差2滴血，一发带走。这个企鹅挂了之后还有一句台词：“你太坏了。”大家都懂对吧？这样第一关过关，然后呢拿到了冰企鹅的能力，叫做冰散弹枪。这个冰弹呢击中墙壁之后它会发散。第二关咱们选这只暴风鹰，像企鹅啊、暴风鹰等等，其实原来都是异常体猎人的成员，甚至是精英或者是队长等等。这种台阶呢也可以踢边缘。准备啊去拿一个收藏品，好跳。这是一个血量的最大值上限，大概呢涨了2点血。其实也有用啊，因为之前看过我录制的洛克人元祖1到6代的小伙伴都知道，我玩洛克人呢条件允许的情况下，喜欢和 BOSS 拼命啊，这样给咱们血还是不错的。走上路。哦，这个画面表现效果啊，比红白机真的是强太多了。这个台阶呢，我踢到了边缘。这就是本作的系统啊，把我救了。冲刺跳真的远啊！这儿呢还有一个收集的要素，这是一个装甲，头部装甲。咱们上一关呢拿到了腿部的这个头部装甲啊，一会儿给大家演示一下效果。左边呢安排了一些石块，这个头部装甲呢能够把这些石块顶碎。马里奥直呼内行啊！另外呢，它还可以抵挡一些落石的伤害。这个奖命还是拿着吧。我使用的这个跳跃都是冲刺跳，跳得比较远。走路呢是跳不了这么远的。好的，来到最终 BOSS 附近了。哎，我对射输了呀！我感觉我射得很猛啊。开始 BOSS 战，这个 BOSS 也非常好打。他最常用的招式就是俯冲。咱们等他俯冲的时候打他就可以了。注意他冲你的时候呢，你保持移动。对，他冲你的时候你也要动啊。
因为你冲的时候它也在动，对吧？不能只你自己动啊。这个家伙是来卖血的吧？好的，他来了一个经典招式啊，下蛋。原组里边那些鸟下蛋呢，可以孵出很多很多的小鸟，但是他这个呢只有4个，最后他也是俯冲挂掉了，这样拿到了暴风鹰的能力，龙卷风暴。这些能力也都是可以蓄力的，蓄力之后呢，形态会不大一样。你像冰企鹅的蓄力，蓄力之后呢，可以垫脚。龙卷风暴呢，蓄完之后，最后会变成一个竖着的龙卷风。好，第3关我选择了燃烧象，这个象没有胡子啊，可能是因为燃烧烧掉了吧。我们还是喜欢看长胡子的大象啊，对吧，小新？咱们之前呢，先打了冰企鹅的关卡，打完之后呢，这关的流程会变简单。下方呢已经结冰了，不烫脚了。这里呢，利用咱们的腿还有头，把这些砖块破坏，这样拿到了这个手部的装甲。手部装甲大家就都知道了，它是蓄力，咱们之前已经会蓄力了。这个蓄力呢会多一段，更加的强力。蓄到红，好，松手，这个射出量更大，不太合理啊！为什么手部装甲呢能够增加射出量？咱们蓄一个，好，蓄一个冰，然后呢在这弹上去，利用腿部的装甲把这些踢了，拿到一个翼罐。那本作的翼罐呢是需要灌装的，不是你捡了它就是满的，需要咱们后面捡这些回血的道具。好，又拿到了一个血量上限，这个续到最后真的是猛啊！踢墙上来。离 BOSS 不远了，这个盾啊可以挡咱们的子弹，非常讨厌啊，不想和他纠缠。这里我不如不躲呢，躲了老远啊，还是被锤了。这一个带刺的流星锤啊，锤到了屁股。BOSS 战，这个 BOSS 呢，场地很讨厌啊，它是一个传送带。并且呢，因为它体重大，它跳起来震咱们的时候，咱们会倒地，太讨厌了。所以打它呢，夜长梦多，还是和它拼命。一个好处是咱们的龙卷风暴啊，克制它。打完，但是咱们也挨了一下，是吧？你看啊，大象没有胡子，果然不厉害啊！我就养了一只啊，超级猛的，拿到了燃烧象的能力，火焰波动。这个火焰波动呢，在水里不能用，用的时候它只会吐泡泡。另外呢，它的攻击距离啊比较有限，射程不行啊。第4关呢，选择了回旋虫。刚刚如果大家注意看地图的话呢，这个回旋虫是在一个塔上。冲刺跳在本关呢就有用武之地了，因为咱们毕竟要进行大量的攀爬操作。这里快点跑吧，这些家伙一点一点清，极其讨厌。掉点血呢也无所谓，因为大家如果注意的话，之前的流程当中也应该看到，本作感觉爆出的加血的道具特别多。好的，加满了。
这个地方比较危险，注意这些建筑边上的尖刺。这个尖刺呢，继承了洛克人系列的优良传统，什么传统呢？秒杀，不能碰啊！所以说你宁愿碰这些怪，你也不要碰这些尖刺，太疼了，一下一条命。咱们爬塔吧。那本作的整体流程打下来，估计要各8个小时，所以说我可能会分2到3期给大家录制。这个年纪大了，精力不能一次性挺个8小时啊，大家理解一下。那本期呢，大概给大家打一个上手的关卡，加4个 BOSS。下期呢，剩下的4个 BOSS。最后一期呢，来一点收集要素，还有最后的城堡。也就是说啊，咱们现在打了近20分钟。大概仅仅是这个款游戏的1/3的内容，而且我觉得我打的也不算慢了，没太耽误时间。所以说，你像这种大作呀，它的游玩的时间真不是盖的呀。可能当年很多小伙伴啊，一打的话呢，打1个下午。哦，这被撞了一下 ，BOSS 战了。这个 BOSS 呢不是特别的好打，咱们现在也没有克制他的能力，我就蓄力打了。打他呢，要么你就拼命，没耐心的话你就拼命，有耐心呢，那就是不断的左右横跳啊，反复横跳。因为呢，这个 BOSS 啊，他会隐身啊，会 TP， 空间移动吧。这是很讨厌的。另外，他头上这个角的攻击方式呢，比较像元祖洛克人的剪刀人。咱们看见兔子在撒鹰啊。他闪光 TP 的时候呢，是无敌的，打不到他。确定能打到他之后，咱们再松手，干掉。其实呢，每次过关之后会给咱们一个接关密码的，这个密码的部分因为占的时间比较长，我就给剪掉了。最后这里呢，就给大家演示一下。打完之后呢，拿到了回旋虫的能力，回旋切割。那好吧，这样一款超人平台的洛克人 X 初代。第1期就给大家录制到这儿，感谢大家收看，咱们下期再见。